大家好，新星版的测试影片差不多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就是剩下2位新角色。那倒数第2位就是菲拉威尔，他身为一位半月卡角，到底他真的有他该属于月卡角的一个强度跟实力吗？我们来看前面几位的半月卡角，就比如说第一家庭的维克多利斯好了。他现在差不多也沦落为占领战的工具人居多。那在前面的那一位是哪一位？我想一下，是不是钢人啊？钢人的话，他也是因为在有制服之后，就是在有火凤凰制服之后，他才变成一位比较称职的工具人。那在钢人之前的那位又是哪位角色？熊忘记，我来看一下。在钢人之前的话是，我突然忘记是哪位角色了耶，有人可以跟我讲吗？好像没有。金刚狼指示任务好像没有绑月卡角，是不是？我看一下。他是没有绑啦。好像是从 X 特工队之后才绑半月卡的角色。不对啊，奇异博士也有绑一个克利啦。那就是唯一大概只剩金刚狼崛起，跟着是秦可雷崛起。因为看到金刚狼我就以为是金刚狼崛起，反正就是金刚狼与他的快乐伙伴的这一个史诗故事里面是没有绑定半月卡角的。那其他史诗任务都是有绑定半月卡角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像奇异博士的克利。也不太有用了。X 特工队的钢人呢，要靠制服。第一家庭的维克多利斯现在沦落为工具人，所以基本上我是没有对这位菲拉威尔抱有多大的一个期待啦。就拿他的技能来讲好了，他的 T2 被动，全宇宙型的英雄，然后所攻加 25%， 跟技能加了一个增伤。这大概就是一个可以称为小工具人的角色，小工具人而已啦，因为他并不是反派真伤或是对英雄真伤。没关系，我们接着一下来看一下他的技能好了，一样就是让他的无视防御跟回避嘛。那其他的话就大概随便撑一撑啊，因为他的技能里面并没有加攻击加暴击，更正，并没有加暴击的 buff 啦，所以。他的暴击真的很难撑，回避也很难撑。你说要让装狂怒把他的数值给撑上来，这有点难度，因为你会缺，比如说你撑暴击就缺回避，你撑回避就缺暴击。如果你缺撑爆伤好了，那你就干脆给他装机动 CTP， 然后他一样也有着领导力啦。在装备的部分的话，就是5星侮辱。那技能的话。基本上它就是 S2 有减防，然后有着累积伤害的龙炮，跟免伤4秒。S3 的话昏迷3秒，那 S4 的话也是有减防，然后减防上限是 55%。S5 的话有回血有无敌，然后又有着攻击跟防御加 35% 的 buff 啦。那 T1 被动的是它自身有超级护甲跟反射能伤。他这个才可以反射 25% 而已，其实还蛮少的。这个角色真的很像是什么？我觉得很像是一个大杂烩啊，就是全部的东西都给它塞进去，然后都并不是最好。大概就是那种半桶水响叮当，大概就是属于在讲他了。所以真的这个角色感觉真的让我感觉是拿来凑可以连锁角斗士的一个角色在里面而已啦，半桶水响叮当。而且不觉得，好像从奥丁开始之后啊，这种游戏的大环境啊，会拿剑的角色大部分都没有到强度爆表，大概就是一个普普啦。我们拿剑仙来讲，剑仙拿剑就是表现也没有说很亮眼。那换密克的凤凰制服雷爆了，对吧？那再下来呢？下来拿剑的角色是哪一位？凤凰啊，
天禽四兽的凤凰也是挺雷的啊。那这除了凤凰季之外，其他并没有很亮眼的表现。那魔形女它就是不一样，因为它还有拿枪，所以说真的，好像从后面开始的新角色啊，有拿剑的表现真的都是还好。模仿大师也是因为他有工具人的能力，所以他的需求度才会那么好。如果他今天没有工具人能力的话，他的表现也算是蛮普通的，没有到很强悍。那还有其他的呢？期末男爵的话，因为他是可以当当队长嘛，然后他的放血，因为他的减防的关系，其实他在隐喻表现还不错啦。好，那我找到这个角色的定位了，隐喻角，那应该就是只能放在隐喻了啦。那其他的话，大概就是剩下工具人的能力而已。没关系，我们一样给他中了狂怒之后，我们来去4刀，因为他是能伤脚，所以我们来去对星海4刀。那就来试看看42层的星海，我们来看他的战斗力值多少星爵呢？会是值 0.5 的星爵吗？0.5 个星爵还是1个星爵？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那队长的话依然是局长、队长、白虎、工具人。队员的部分的话，因为他自身有减防嘛，那我们就摆一个咒术武器跟女巫。那剩下的话就摆增伤小帮手。我们就来试刀看看他到底值几个星爵吧。那因为它的 S2 跟 S4 有减防，所以应该是我还是先放 S3 的，因为 S3 有龙炮嘛。然后接着是放到 S4。哦，它的 S 那个龙炮在 S2 啦，讲错了。不过说真的，他的技能大概是目前拿剑角色里面最为华丽的，可能是因为他的特效是金黄色的关系，而且剑招也算是做的比较震撼的一点，比较有威力啦，尤其是他那个 S5 的剑的光芒。好，挂了。不出所料，伤害的话1分钟打了2条血，有点吃力。没关系，我们挑最弱的恶魔凶刃来打。恶魔凶刃，你今晚的噩梦，我们就来打打看恶魔凶刃吧。一样就是摆这只小帮手，接下来就来试看他打恶魔凶刃吃不吃力。那跟星爵比起来的话，有没有比他快还是慢？一样就是先放22，然后开启他的小龙炮。而且说实在，其实因为他的 S5 是属于一个直线放射系的技能哦，这太容易吃招了。这种进攻角啊，说实在的都还蛮吃亏的，加上说他的制空技真的蛮少的。很好，大概就是 0.5 个星爵。
所以这只角色差不多就是你把它解到可以解锁角斗士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可以不用花费太多的资源在它身上，应该吧？因为我完全就是这个样子啊。好，挂点分好，因为它的 S5就是站在原地，很容易就是被世界网的技能给贯穿。那能好好表现在他能好好表现的地方，大概真的只有剩下隐喻而已。时间线的话，时间线跟占领战我是不敢想啦。对啊，除非说你就是给他摆在队伍里面，当做一个工具人，辅助其他全宇宙角色，那它的作用大概就是在这边而已嘛。隐喻角，就谢谢各位收看，我们待会就上最后一支黑鹰的影片吧。喜欢影片记得订阅及点击小铃铛，我是小剑华岛，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你干什么要拍照？爸爸，你干什么要拍照？拍你唱歌啊！你要不要再唱一次？